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9月4号星期三。因为我们喷漆的工程到目前告一个段落了，这一次喷漆的工程时数比较久，所以有了对喷漆的一点点了解，所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使用心得，还有喷漆后的清洁。这一次的喷漆工程有用到气动的喷枪，也有用到电动的喷枪。如果我个人选择的话，我当然会选择用电动的，因为气动的毕竟还要有空压机，而且空压机的规格要比较好一点，才可以支持长时间的喷漆。但是这一次在使用电动喷漆枪的时候，发现这一种电动喷漆枪它是很容易阻塞的，就是前面这边这种喷头，它可以分几种规格，1.3的、1.5的、1.8的，还有2.0的都有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它里面全部都是会有油漆的一些残留，你要清洁这一些油漆的话，坦白讲不太好清。它的内部也是一样的，它这边有一个止腻的，也是很容易阻塞，所以这一台对我来讲它已经是报废了，它里面这个全部都阻塞了。像这个内部全部都是一样的，它全部都会因为油漆不好清洗，它全部都会卡住，所以会造成它后续的喷漆出来的效果会变得比较不好。那一开始在喷的话是很好喷的，所以我的喷漆工程到最后都是用气动的。这个在组装上是还算简单啊，它不会很困难，但是就是比较容易阻塞。那可能是我喷油漆的关系，因为油漆本身的粘稠度就比较高。以后如果我有机会喷到水性漆的话，我再来做分享。那目前我喷油漆的话，坦白讲，电动的这一台是比较容易阻塞。这一次整体过程大部分都是用气动的喷枪，这一种喷漆枪它比较好清洗。当然我们也是在每一次使用后还是要进行清洁。像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时间大概10几天嘛，中间还有遇到几个台风来，所以我们喷漆的作业过程当中难免会有遇到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休息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喷枪，以至于不会去影响到下一次的工作喷漆出来的效果。开始在做喷涂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一瓶是甲苯，一瓶是调漆。假设你现在喷漆喷到一半，然后你中间休息完，你打算要继续喷的时候，发觉它有稍微塞住的问题，可能喷出来没有那么漂亮，或者是它的喷头这边会有一点点残胶塞住。那你如果是在平地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关系，你随时可以拿你的甲苯，然后用布沾甲苯下去做清洁跟擦拭。因为我这一次的工作是在屋顶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爬来爬去，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准备1瓶甲苯，1瓶调和漆。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喷到一半休息了，休息的时间如果比较久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把里面的漆倒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点甲苯进去做稀释，然后装上去。装上去以后，我们就是启动它，让它里面的甲苯稍微从这个喷嘴里面喷出来一点点。这样子你休息完再装原漆下去的话，你在喷涂就比较不会有喷出来不好看，或者是喷嘴会有粘连的问题。最后你全部的漆喷完以后，就要做喷枪的保养。喷枪的保养，我们就是倒甲苯进去，然后一样摇一摇，然后装上气阀喷一喷。喷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将这3个旋钮全部开到最大。这个是进气量的大小，最上面这一个是宽度，然后这个是喷气量。这一个你开到最大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你开到最大它会弹出来，所以只有中间这一个要小心一点。上面这一颗跟这一颗就不用担心，因为它们都有防脱的设计，所以我们直接开到最大，然后喷涂。然后喷涂完以后，打开倒进去甲苯这边，最好是有另外一个罐子啊，因为你这一瓶假设是全部都是比较干净的甲苯，你就是倒进另外一个瓶子，再用干净的甲苯重复这个喷的工作，大概3次左右。你也可以用甲苯，然后沾布把你的机器啊、外观啊全部擦拭干净。清洁过的甲苯倒到空的瓶子里面，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就是下一次调漆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清洁过的甲苯倒进去我们的原漆里面，这样子先做一个简单的清洁，避免它里面的粘连程度太过严重，导致你下次再喷的话喷不出来。最后所有的工程做完以后，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喷漆枪做一个大保养。大保养当然就是我们要将一些零件拆下来，然后全部用甲苯做一个清洁，像是油壶里面，然后这些气孔，然后旁边这些我们就稍微给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保养。
喷漆枪的部分，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直接拆前面这个喷油嘴，像这个我们直接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喷油嘴是可以拆下来的，这个喷油嘴是1.5的，一样可以把它拆下来做清洁。那你如果发现你的喷油嘴这边几个洞都有塞住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通油针下去做清洁，就是把它打通就可以了。那有一些漆料的话，它是有需求，比如说1.5的、2.0的，或者是2.5的喷油嘴，所以你要针对你要的漆量下去做选择。像我这边都还没有清洁，那我们拆下来以后就可以做清洁。大保养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可以将这个全部拆下来，然后将我们的油针拉出来，然后整个拿出来做清洁。把这些零件拆下来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它丢到油漆壶里面，然后我们最好是套上这种一次性的塑胶手套，然后我们在油漆壶里面倒一些甲苯下去做清洁。清洁的部分就找一个毛刷下去里面给它做一个清洗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我个人会拿这种更换式的尿片哦，因为之前常用这个嘛，所以现在用不到了，这个大部分都过期了啦，所以丢掉也是可惜，所以我都把它拿来做清洁的用品。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喷枪这边全部刷一刷，就是让它的油漆的量不要那么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觉得油漆比较多的地方，我们就把它刷干净。这种铝制的喷壶，它在清洁上会相对会比较好清洁一点。那清洁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将清洁过的甲苯倒进去空瓶里面，这个都可以重复再使用的。那接下来把剩下的零件倒上去。那看哪里没有洗干净的，我们就稍微把它再洗干净一点。像这样子，我们的喷嘴就可以清洗的稍微比较干净一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回去。装上去以后，我们喷壶还有一点点甲苯，我们就把它盖上去，然后进行喷涂，然后一样开到最大，那我们进行喷涂。大概喷个3到5秒就可以了，然后喷涂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拿来擦机器，然后最后摇一摇。那这样子简单的清洁保养就完成了。这样子我们下一次在进行喷涂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喷不出来的问题。那你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保养以后，喷出来还是会有喷不出来，或者是喷涂的效果不好的时候，那你就要进行大保养了。那大保养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，我们就要将所有的零件拆下来，然后进行内部的清洁，这个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。那我这一篇气动式喷漆枪的清洁与保养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